勾引别人老公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方太太，别理他们，我们换地方。姚月山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我变成什么样跟你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方太太，好吧，我也没心情吃了。告诉林先生换地方。好。小飞，我不送你了，还有事要做。那个女警跟着我们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别这么紧张，有人发现他会报警的。人与人相处，难免会遇到考验。考验可以是阻碍一段关系发展的绊脚石，也可以是让一段关系升华的灵石。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，就要看人选择逃避考验，还是面对考验。你的情况怎么样？我给你检查过了，你的眼睛呢视网膜现在有部分脱落，其他的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，不用担心，很快就会好了。我会不会瞎啊？放心吧，我们给你做了手术，修补视网膜上的小裂口。这个阶段你最重要就是多休息，那别太操劳，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阮小姐，这个你急不来的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伤口，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你康复的情况了。那好吧，谢谢你，医生。谢谢护士。护士，我躺了几天很无聊，你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？谢谢。原来不用眼睛才能感受到声音有这么多层次，有鸟叫声、风声和树叶声，这些是我以前没感受到的。我现在只想赶快好起来，去完成一起很重要的案子之后，就去旅行一次，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。护士，护士，你还在不在？原来你还在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护士。我嗓子疼。哦。嫂子，你来啦，买了些补品给你。谢谢你，每次都这么关心我。不用客气，上次跟你聊完，我担心你才是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跟我说我老公的事，我谢谢你才对。要不是你，也不知道俊平今天会不会跟我回上海发展。嫂子，我问过中医了，益母草汤适合你喝。谢谢。其实这件事之后，Martin 也很伤心，别怪他。我跟俊平之间发生了很多事，你不明白。你想跟他离婚？我不知道，但
但是每一次我劝他离开励志高，他都不肯。我觉得他是舍不得那个女人。其实，我是不适合做人家老婆呢？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差？你也别对自己这么没信心。其实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Martin 之所以不可以随便离开公司，是因为他跟方太太在公司做一些踩界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做了些犯法的事？他应该是想为了你多挣点钱。其实我也不想他回不了头，所以我这次来跟你说，是想你劝劝他，不要放弃他。Sorry， 我没想到你听完之后有那样的反应。其实我只是想你用太太的身份劝劝 Martin。其实与你无关，是因为我当时有情绪病才会做那种傻事。不过幸好我还是没跳下去。真是对不起。别再说了，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只是想跟俊平离开香港，重新开始。老婆，老公 Martin， 这么早？哦，我想早点来拿些补品给嫂子。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好。干嘛这么好来找我？看你快走了，就想约你来见面。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谢谢。我刚进励志高的时候，多亏有你带我，才能这么顺利。其实我一直都看好你，以为可以慢慢教你，等你学会之后，我们兄弟可以一起出头。谁知道我还是看错了。你太有潜质了，哄完方先生，又哄好了方太太。哎，都是帮老板做事，有时候身不由己，你教的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，你没有赢我，是我自己不玩了。无论如何，总之我祝你跟太太在上海生活愉快。谢谢。不过有件事我想提醒你一下，有些事情你一旦做了，就很难脱身。好自为之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再观察几天，稳定点就可以出院，回到家里休息2天，应该没事了。你一个人住不太方便，要不你出院之后来我家住吧，有我跟老爸可以轮流照顾你。其实也好啊，有人照顾你会好一点的。行了，到时候再说，不用担心我。哎 ，Madam， 拜。哇，老爸这么晚？我全晚了。哇，你们这么多人来看我，不用了，我没什么事。我们也很担心你嘛。是啊，吃东西吧。先喝了这个菊花蜜吧。这是什么？当然是先吃东西了。哎，好，虽然眼睛要补，但是我这东西也很补的。哦，好了，都是什么？拿来闻闻就知道了。快，打给岳山了没有？打过了。你们不用再找他了。护士，你叫什么？我嗓子疼。我们不要说他了。对了，日山的案子怎么样？有什么进展吗？Madam， 我们去了医院，问了案发当天上班的每一位医生、护士，不过都没有印象。另外还有一位护士在放长假，要晚一点才能查到。有没有其他线索？还没有。有的话马上通知我。行了，你安心在这儿休养吧，我会督促他们，不会让他们偷懒的啊。哎，好了，别说这么多，先吃东西吧。吃饭吧。哎，是，来帮帮他吧。来，来，我自己就可以了。来，自己吃吧。